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51岁男子洗澡突发脑梗，不幸离世，劝告是个洗澡习惯要尽快的改掉。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运动完回来洗个澡就脑梗了呢？今年51岁的李先生，最近由于工作压力很大，就想着出门运动出一身汗，释放一下压力，于是他就去了家里附近的江边跑步。几圈下来，李先生已经大汗淋漓，全身湿透。回到家后，刚好妻子正在厨房里准备做饭，李先生打算洗完澡吃饭刚刚好，谁知妻子的饭还没有做好，厕所里就传来了一阵的巨响。妻子赶紧就往厕所里跑，推开门一看，李先生瘫倒在地上，昏迷不醒，淋浴的花洒还一直的往李先生的身上浇水。妻子手忙脚乱中赶忙拨通了120，一边唤醒丈夫，一边往丈夫嘴里塞进速效救心丸。送院后，医生给他做了头颅 CT， 显示大面积脑梗死。经过全力的抢救，人还是救不过来。一旁的妻子痛苦大哭。医生表示，由于李先生运动后大量的出汗，身体出现了缺水，血液变得浓稠，容易形成血栓，加上李先生平时烟酒均沾，饮食还不节制，血管本身就有点狭窄，再加上洗冷水澡等多种原因作用下，引发了颅内血管堵塞，血流通不过了，最终导致脑梗死。类似的新闻事件其实还有很多。2013年，辽宁晚报曾报道，沈阳一名40多岁的男子晨跑后用冷水洗澡，结果引发心梗，倒在浴室，最终抢救无效。2015年，新商报报道，大连一名40多岁男子加班后洗了冷水澡，结果因突发心脏病猝死身亡。为什么洗澡会成为猝死杀手？洗澡明明是一种爱干净的表现，怎么会成为猝死杀手？猝死是指在短时间突然发生的非创伤性死亡，患者在之前没有危及生命的症状表现出现，世卫组织将发病后6小时内死亡叫做猝死。导致猝死的原因有心源性猝死、非心源性猝死、心律失常、冠心病是心源猝死的高发原因，主动脉夹层破裂、电解质失衡、肺源性脑炎性是非心源性猝死的主要原因。洗冷水澡后猝死的案例也有不少，很多人都甩锅给冷水澡，但其实洗冷水澡猝死的人可能本身也有一定的疾病，只不过平时未发作。像变性性心绞痛患者，如果洗冷水澡，就可能会诱发心梗猝死。另外，受到寒冷刺激后，交感神经兴奋，也可能发生高危性早搏，从而引发恶性心律失常，导致患者猝死。因此，医生一般不建议洗冷水澡。不光冷水澡，冠心病或者其他疾病患者洗热水澡也可能会猝死，一定要提高警惕。为什么洗个澡也会难逃一死？成都市第2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刘建红医生解释道，人在比较热的时候，毛孔是开放的，有利于体表温度的降低，但开放的毛孔一遇冷就可能会突然关闭，这个时候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，很容易就导致血压升高或者是心律失常，从而导致心梗。4个洗澡误区，劝你不要再犯。水温过高或过低。洗澡时水温过高可能会导致毛细血管扩张，血液扩张了体表血管后，脑部、心脏等重要器官血液相对减少，就可能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。洗澡水温过低可能会造成血管收缩，导致血压升高，从而诱发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猝死等。洗澡时间太长。洗澡时间一般不宜超过20分钟。洗澡时间太长会导致皮肤表面没有了油脂保护，变得更加的干燥瘙痒，还可能会导致人容易疲劳，甚至诱发心律失常、猝死等的后果。
洗澡的时机不对，脑力劳动后、饮酒后、运动后、感冒时以及饭后不宜立马洗澡。运动后立马洗澡会导致肌肉、皮肤血管扩张，血流量增加，从而导致心脏、脑部等的重要器官供血量不足，就可能会被心脑血管疾病盯上。4. 洗澡时窗户密闭。使用燃气热水器洗澡时，要避免门窗紧闭，因为热水器燃烧时要耗费氧气，门窗紧闭，一旦氧气被耗光，人就可能会出现一氧化碳中毒。3. 先洗头再洗澡，容易发生猝死。网传正确的洗澡顺序应该是先洗脸、洗身体、洗头，最后洗头的原因说法也是不少。有的说先洗头会让头皮着凉，还有的说先洗头会使脑部的血液不流通，还会导致猝死等。先洗头会猝死的说法，起初来源于日本现代的一篇报道称，日本每年因洗澡不当有超 1.4 万人致死。北京航天总医院干部保健科主任高永红指出，日本那篇报道中的数据，年龄65岁以上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死亡的具体原因是不明确的。这个报道并不能证明先洗头会导致猝死。洗澡先洗头容易猝死的说法，其实是夸大了洗澡顺序对于健康的影响。除了洗头的顺序之外，早上洗头还是晚上洗头，好像也是大家经常争议的焦点。到底是早上洗头好还是晚上洗头好呢？其实早上洗头或者是晚上洗头都是可以的，健康人按自己的喜好来洗头发就好。对于冠心病、高血压患者等，最好是在晚上洗头发，以免早上血压波动大发生意外。4. 猝死发生时应该如何急救？一旦猝死发生时，要分3步进行急救。第一步是判断患者有无意识，并拨打急救电话。第二步是对病人进行胸外按压，不过要避免过于用力，以免伤及患者内脏。第3步是进行人工呼吸，对心脏骤停患者进行一组胸外按压之后，还要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，之后再重复，直到病人恢复意识。洗澡讲究卫生固然是好事，但要避免一些洗澡的误区，以免发生意外。而且洗澡的温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不利于身体健康，建议平常最好用温水洗澡，并且时间要控制在20分钟以内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